Hello，大家好，我是 Joyce。那在上一个视频中，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买房的流程。那这一期我将与大家分享买房前需要准备的费用，以及买房后每年需要缴付的费用。那基本上外国人和本地马来西亚公民的收费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呢就在于外国人在购房的时候需要向政府申请一份叫做外国人购买批准书。那另外转名费 MOT 也有一点点的不同，其他的收费呢则完全和马来西亚公民是一致的。首先，我们来说二手房。那买二手房的时候，你至少需要准备房价的10%的头期款，这个我们叫做 down payment。而如果你购买的是发展商推出的新楼盘，可能会有零头期的付款 zero down payment 的优惠政策啦。OK，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讲解在购房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费用。那第一就是买卖协议 SPA 的律师费用计算，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张图。OK， 这个图就是律师费的这个计算法。OK。那接下来呢，就是需要付这个 SST 政府税啊，这个政府税就是律师费的8%。OK。再接下来呢，就是 Foreigner Consent 外国人购房批准书，那通常在马币1000至3000，那这个费用呢，只有外国人需要缴付。OK， 再接下来的费用就是 MOT。Memorandum of Transfer 就是房产转名费用。那在2024年的时候，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已经宣布外国人统一价格合同价的4%，而本地马来西亚公民就以分成计算。大家可以看看这一个图。OK，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公民的这一个 MOT 的计算法。另外如果是首次购房者，且这个房产的价格呢不超过500千的话呢，你们可能会享有印花税豁免政策哦。意不意外？开不开心？OK， 接下来的费用就涉及到这个杂费 disbursement fees。那这个 disbursement fees 呢，就包括这个土地收缩费，然后文件登记费、律师的交通费、印刷和复印费、电讯和邮寄费，以及杂项费用等等等等的费用。那这个总费用呢，它的范围通常在1000至2000之间。OK。另外必须注意的这个事项就是杂费的具体金额会因为房产所在的州属、房产的价格、律师事务所收费的标准等等的因素而有所不同的哦。OK。OK， 大家已经清楚了解这一个买卖合同 SPA 的这个律师费价格。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贷款的律师费。如果你有贷款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这一 part 啦。那贷款律师费的这一个价格呢，它的计算法就是如这一张图。OK， 这个就是贷款律师费的计算法。那接下来就是需要付的呢，就是印花税。印花税就是贷款金额的0.5%。另外还有杂费，杂费就大约300至1000块。OK。再接下来呢，就是需要付一个估价费，就是房产估值的0.25%至0.5%。那具体呢就取决于这个房产的类型，还有这个价格。OK，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抵押贷款保险通常银行都会要求贷款者购买这个 MRTA 或者 MLTA。那这一个 MRTA 和 MLTA 的价格呢，就取决于这个贷款的金额和保险的类型再来就是火灾保险，那每年的年费呢大概是100至500。最后就是这个处理费，如果有的话啦，它的价格大概是马币100至500。OK， 买了房产之后，你需要准备的费用就是第一，物业费。
这个呢就要看你的产业而定啊。如果在吉隆坡的话呢，一般在马币0.35至马币1块左右，然后再乘以你的单位面积。这个物业费呢就是每月一付的哈。OK， 接下来就是地税。那地税就是每年一付的哈。怎么计算呢？就是你的这个附属面积每平方尺乘以马币0.035。那每个州属的计算都不一样的哈。然后这个公寓地税的话呢，就会相对比较低啊，都在马币100以下。那需要注意的是哈，商业物业的地税费率通常会高于住宅物业，那城市地区的费率也可能会高于乡村地区。OK。接下来就是门牌税，那门牌税呢，就是每半年一付。那怎么计算呢？这个计算法呢，就会依地区及房产的类型而定的啦。它的计算法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5%啊，可能有些地区呢是4%，又或者3%，又或者更高啊，就要看这个地区而定啦。明白。接下来就是火险，那火险就是每年一付的。那火险的呢，就看不同的公寓而定啊，有些会更低啊，就要看这个地点、公寓设施还有人口而定啊。OK。最后就是这个排污费 Indawater。那如果你住的是排污啊、公寓、公馆公寓等等，这一些呢，都每月大概是在8块至10块。那如果你住的是高端住宅或者独立式别墅的话呢，这个费用大概是每月20至30块。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给我知道哦。这样。那如果你要找房产买房，当然要找马来西亚房地产姐姐 Joyce Chow 啦。那我的 WhatsApp 和微信以及其他联系方式已经放在 YouTube 下方，那欢迎随时联系我哦。OK。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